兹而吴越，前弘左，源自先朝，邦家于此，宣历四方，功在社稷，乃特颁册命，示表叔恩，而为吴越国王，以彰恩宠，而其免之，以复镇怀。主者，施行。臣前弘左，奉旨谢恩。臣等奉旨谢恩。臣水丘昭劝，谨为大王贺！臣等谨为大王贺！与众公卿同贺。众卿平身。大王正位东南，臣等请开库藏，宽刑狱，犒赏将士，大赦官民。户部库藏如何？回禀大王，去年三江泛滥，文穆王体恤民情，免了当年秋税。西府库藏及各地长平，本已捉襟见肘。如今夏汛将至，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，不宜轻动。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，再行犒赏。今年秋税，照去年例捐免，犒赏三军的钱，孤自家出了。大王仁心，恩泽万民，臣等奉教。今日事毕，水丘清流队，诸卿散朝。臣等告退。臣等告退。犒赏三军，捐免钱粮皆是得政，但宽赦大郎这事，他提也不提。国主大王不提，尔等也不提，这朝廷要大臣还有何用？哎，袁学士，如今水丘也回来了，大王也正位了，满朝公卿皆大欢喜。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所说的话？武灵公，你是要救人，还是要杀人？你这话是何意啊？一样的话，要不一样的人来说。黛玉，本无反心，无罪受诸于宫门，此上下离心之时，叔孙孙本也无勾连剑窜之时。杜兆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，明正典刑，不为苛酷。大郎洪俊御兵治事，鲜有疏忽，至今蒙冤受监，公卿愤愤，国人惴惴。水丘昭全，你好大胆！臣家世代其礼，与国同修。吴越国在，臣在；吴越国亡，臣亡。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，为大王言之。这些话，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？此时，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，宫闱之内，诸事动荡，皆以权宜为要。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。京师制文已制，大王受天子册封，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。王者治四方，当以堂皇正大之政，不做权宜苟且之谋。这些话，从未有人与孤说过。
此乃宰相之过也。请起来。顾继任两军已差不多有1年了，相公们每日奏事，皆言其然，不言其所以然。顾心里知道，他们当姑是晚辈，听不懂道理，只能整日哄着骗着。可他们越是这样，顾心里便越发忧惧。众多兄弟满堂公卿，顾竟不知该信谁重谁，也没人如卿这般甘冒斧钺，也要跟顾说真心话。石秀赵全，臣在。你愿意辅佐顾吗？臣万死不辞。既如此，你说说，既然顾已然错了这许多，该如何改过？这大国如烹小鲜，往事不可追，朝廷稳定要紧。请大王颁教朝堂，大赦东南，以宽和、公正事臣民。释放沈文琪出内署，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，以结宗室之心。父亲，出来便好，走，咱们回家去。以诸位相公、学士稳定朝堂，治理庶政，然则民心可平，东南可稳。陛下新登大宝，根基未稳，骤然北伐，万一败绩，江山社稷则危如累卵。清太3年起至今，朕等这一天等了7年，也准备了7年了。桑相公还要让朕如何稳固根基啊？臣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。朕想要收复燕云16州，桑相公何以执意阻拦啊？非其时，非其事，亦非其人。非其人。桑相公这是还是把朕当小孩子看啊？朕不是旧唐时那等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无知之子。朕12岁便在军中了，沙场搏命，临阵选锋，朕从未退缩过。若非如此，先帝岂能以大宝与朕？陛下，国战不是沙场搏命，要的不是一腔热血，更不是个人的孤勇。曹魏汉，你是哪朝的臣？朕才是天子。
你若再不行阙善礼，我便自己摘下了。好。你呆站着作甚？还不过来帮帮我？好。你这官确实有些分量。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要与妾身说吗？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。妾身听着。再过几日，我便要随军出征了。妾身知道，阿爹和阿兄也要去。官人想去吗？想。大喜之日，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。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。妾身知道，官人说的是真心话。官家要北伐燕云了，阿爹总是担心，可阿兄很欢喜，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？燕云之耻，刻骨铭心。大好儿郎谁无一分？官人可知，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？那自然是粮秣、给养、兵马。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，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。这第一桩要紧事，是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。如今的世道，咱们做女子的，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。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，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，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。这第二桩要紧事，是阿娘说的。岳母大人有何吩咐？阿娘说，趁着你和舅舅整顿行装还要些时日，抓着你为赵家留个后。公元942年，石重贵即位后，拒绝向契丹称臣，引发了与契丹之间的3场大战。公元946年第3次战争中，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，携20万大军临阵倒戈，使后晋主力尽丧。契丹乘虚兵逼开封，以致后晋国祚危在旦夕。大乱将起，南唐西属南汉、南楚，各国皆有使节的京师打探消息，勾连重臣，临时待变。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，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，诚恐五胡16国之祸再现于今日。谁求赵劝？臣在。边郡军情可有异动？南唐诸军未动，南汉、南楚诸军皆有北调之迹象。户部库藏如何？去年到今年，连续2个丰年，
库藏充盈，用兵备战，皆可无虑。袁相公，冬岁将至，又该遣使和天子争大了吧？正是。局势未逮，臣愿意再走一遭汴梁。如此便以尚书右仆射、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师、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、水丘昭劝、美鹤征旦使出使京师。加一条，以检校司空、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副使。大王，如此危局，汴梁朝廷那里怕不是在搏命？局面危殆，朝廷那边在搏命。若真个如50年前一般天清了，孤也要搏命。水丘公此时北上，更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我吴越前世宗子，谁能置身事外？九郎。孤明白与你说，此一去福祸难料，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敢去吗？启禀大王，这如许大的祸事，臣弟胆子小，不敢去。但久闻京师繁华盛景，所食所用，皆极尽奢华富贵，吴越偏鄙之地，不能及也。臣弟项目垂涎久矣，愿随水丘公前往京师一游，以慰平生。知道为何叫你去吗？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呗。这是阿爹当年在吴中做质子的时候，阿翁交给阿爹和众位叔伯的话。阿翁一共有38个儿子，国难当头，能挺身而出为他分忧的，却只有咱家阿爹一个。老人家当年说出这10个字来，可不是在夸赞阿爹，那是骂人呐。六哥，这我可从未知道，我哪敢骂各位哥哥呀？装糊涂。哎，其实我懂。六哥为一国之君，自然是去不得。七哥如今参知相府，是六哥的左膀右臂，那自然也去不得。那就只剩下我这个打鱼耍子的闲人，死了活了，于家于国皆无半分损益啊！那自然是我去最合适了。这些年进学读书，你也该长进些了。若非当年阿爹挺身而出，身当大任，阿翁又怎会放心将国家社稷托付于他老人家呀？六哥，你可莫与我说笑啊！此去京师，万事莫要自作主张。水丘昭劝乃是其力重臣，又是内外有名的君子，一切事体听他安排便是。六哥放心，我虽荒唐惯了，国事上头确实不敢胡做的。京师凶险，在杭州你是宗室子弟，在汴梁却没人让着你。凡事以全身为上，莫太任性。六哥放心，臣弟晓得了。